不重视学习的我，为了自己喜欢的哥哥开始发奋读书。初三1年，我疯狂的学习，压力很大，导致我得了发作性睡病，到现在也没有好。但是这是个逆袭故事，我考上了全北京第1名的高中。这个成功让我相信努力一定是有回报的。到了高中，我进一步好好学习，非常努力，非常刻苦。积累在我内心的种种压力，在高2结束的时候彻底爆发了。我生病了，我选择休学。休学回来，脑子变笨了，记忆力也变差了，变得很讨厌学校，很讨厌学习，对一切都很抵触，但是也只能将就着这样参加了高考。高考成绩出来的那一天，我真的觉得我是个笑话。过去为了学习，我放弃了我的很多人际交往，最后我的成绩还没有过去我觉得没有那么努力的那些同学好。我从初中到高中的所有努力，5、6年的青春，真的像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笑话。所以我的抑郁又再次复发了，这一切真的很痛苦，但是最终我走出来了。太多人问我是怎么走出来的了，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我不得不明白，单箭头的努力它就是很畸形的。人的视野应该是开放的、多元的。如果你付出了很多方面的努力，只为了一个单一的结果的话，那么要么是你有问题，要么是你所处的社会有问题。我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只有成绩好、足够优秀，未来才能幸福，这是错误的认知。社会的问题当然也很大，在这个社会上，你未来的成就其实跟你的学历确实关系非常的大，所以太多人只能走着一条独木桥。已经知道单方面单箭头的努力是畸形的，但是知道这一切已经太晚了，我已经被伤得遍体鳞伤了，不是吗？我是怎么走出来的呢？因为我发现你的努力也许不会给你追求的那个你所想要的唯一的结果，但一定会在别的方面回报你。首当其冲就是我曾经是个觉得语文课贼无聊的人，我觉得语文课就是很矫情，学那些东西。但是高中为了卷语文的成绩，我逼着自己开始读散文。最开始新读最简单的龙应台的那些散文，我很多同学都是小学读的，我到高中才第一次开始看这种书，到后来就读三毛啊什么的散文嘛。我慢慢发现人们深沉的思想其实是非常吸引我的。在高2我的抑郁最严重的时候，我当时非常卷，晚自习满满当当的都是学业，但是我愿意抽出10分钟来当做奖励自己，就是看史铁生的散文。当时真的是一边看他的散文，一边在晚自习偷偷哭，不想被同桌的人看到。大家知道史铁生是个残疾人嘛，所以他的散文中有很多都是在讲作为一个非健全的人对健全生活的渴望和一些绝望的感受。我当时真的觉得只有他能懂我那种很绝望的处境，那种自己是一个非健全人，但我想跟健全人有一样的未来、一样的成绩的那种感觉。我真的只觉得好像只有书里的这个人能懂我一样。他最出名的那本散文集叫《我与地坛》嘛，是因为在地坛他经常散心，他把地坛当做一个他的心灵寄托。我当时抑郁的时候，经常在北京的后海散步，当时对后海的感情真的就像是史铁生对地坛的感情一样。我的很多粉丝都羡慕我能够清晰地感知这个世界，并且表达自己的情绪，但这些其实都来源于当初卷语文成绩的我，一个原来写作文写的贼差，然后只会写什么妈妈到医院接我的那么一个人。一直到休学的那年，我其实有重度的抑郁，但是家里也不太支持我一直做心理咨询，所以我只能自己读心理学的一些相关的书来分析自己的情况，帮自己好起来。所以现在我才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些我康复之后的经验，其实都是因为当年培养的阅读的习惯，才让我能够去看书来进行自我治疗。所以真的感谢当年为了语文多考几分，我逼着自己做了那么多事情。虽然我最后语文考了103还是107分，我数学140，英语135吧，差不多。当初为了成绩这件事情，我努力了很多事情，它真的开拓了我的视野，让我现在对世界的看法真的是跟很多人都不一样的。我现在的整个人，我的逻辑，我的思考，我的思维有太多都感谢于过去那个拼命卷的自己。虽然我没有得到我想要的那个答案。再比如大家不知道，我以前其实是不会化妆的，因为以前就是上学根本就没空化妆嘛，对这个很不了解。但是有一些机构觉得我比较好看嘛，就是说跟我签约，让我去抖音发一些美妆的视频，然后我觉得还是挺有兴趣的，我就因为这个去好好大概学了化妆，然后开始
不自觉地关注别人去剪辑视频的一些节奏或者怎么样。但是当时坚持了几个月吧，我才发现原来就是这样的机构有很多，他们就是广撒网嘛，让你自己去发展。其实签了约之后什么都不管你了，然后如果以后你这个有效果啊，他抽点成；没效果他也不亏嘛，对不对？所以后来我也没有干这个事情。但是在当时的那几个月，就是学会了化妆跟剪辑。到后来，我居然就开始做一个像这样子的这么一个账号啊，在这个账号里。就是用到了当初剪辑的那些技能，包括自己去化妆，让观众们觉得我更好看啊什么的。但是在最早签约干那些事情的时候，我根本就没有想过我以后要做这么样一个自己的账号。再比如当初我不是为了，我不是非常喜欢那个哥哥嘛，我就是非常想要变优秀，为此我去学音乐啊，学画画，学很多东西，都是希望自己能够得到他对我的欣赏跟关注吧。最后就是学了这么一些对自己还是蛮有帮助的技能吧。所以事实上其实就是当你用努力的态度去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正向的付出是一定会给你带来成长的。那这件事其实让我安心了很多，因为在当初高考结束之后，就是最崩溃的事情就是我觉得我再也没有动力去为任何事情努力了，我觉得我会变成一个什么都不愿意做的人。但是后来我发现回报总是很意外的在一些想不到的方向到来，这让我觉得很安心。它相当于给了我一个努力的理由，它相当于告诉我，只要你此刻是在努力的，你是在认真生活的，那么对你一定是有益处的，只是你不知道这个益处在哪一天会到来而已。所以努力总是好的，不需要太努力，但是你也不能摆烂，其实就是按照自己的速度来就好了。总的来说，不就是人不能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吗？要有活在当下的态度，努力去做一些事，不能太执着于它的某个结果，因为每一个事情都是有失败的可能的。要更关注当下的体验感，然后更投入于当下。这些话说起来虽然非常假大空，但是经历过的人一定会懂。今天这个小小的分享就到此为止啦。如果你对我的视频感兴趣的话，请给我一键3连哦。拜拜，我们下期再见。